我爹想给我招个上门女婿，可他看中的那个人，当着媒人的面说我满身铜咒，并非他的良配。沈老爷，在下自幼读圣贤书，立志报效朝廷，岂能因区区财帛入赘商贾之家？沈小姐满身铜锈，实非在下良配。何举人，你告辞。爹就知道那些读书人眼高于顶。爹，他不是瞧不上我，是瞧不上我们家的钱。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读书人瞧不上我的钱，这世上总有不那么清高的。张叔，放个话出去，就说我要招婿，不论出身，不问过往，只有一个要求。小姐请说。得贪财。志威，你疯了！爹，我没疯。与其找个道貌岸然之徒，不如找个真小人。至少我知道他图什么。小姐，那位林公子来了。让他进来。抬起头来。为何而来？在下贪财，想吃软饭。吃软饭？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入赘沈家，以小姐为尊，往后衣食住行皆仰仗小姐。说得好，可我沈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凭什么让你吃这个软饭？小姐想让我做什么？我要你当一个完美的相公，对外维护我沈家的颜面，对内孝顺我爹，让他安享晚年。最重要的一点，安分守己，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碰的别碰。我们是交易，不是夫妻。可以。这是1000两，签了它，你就是我沈家的人了。好，3天后婚礼。哼，胡闹，简直是胡闹！那个林彦辰是什么人？他的底细你查清了吗？他图什么？图我们的钱？爹，图钱总比图了钱还要立牌坊的好。一个虚伪的君子，一个坦诚的小人，我选后者。你再说，一份契约绑着，1000两银子买断。他要是敢不安分，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你女儿做生意，什么时候亏过？罢了，只是这婚礼3天后就办。我要让全江宁城的人都看看，我沈芷薇不是非他何子墨不可。你这性子随了你娘。爹，娘若在世也会支持我的。去吧，也不管你的事了。爹放心，女儿不会看错人。沈芷薇，你嫁的不是良人，是一纸契约；你图的不是姻缘，是一口气。记住，别动心。小姐，吉时到了。一拜天地。岳父大人，起来吧。夫妻对拜。沈芷薇，你怎能如此自甘堕落？我不过说了几句实话，你便找了这么一个白丁来羞辱我，羞辱你自己吗？这位想必就是何举人吧？在下林彦辰，芷薇的夫君。一个靠女人裙带上位的赘婿，也配与我相化？何举人此言差矣。芷薇乃沈家独女，未来要继承万贯家业，她招婿入赘是为了守住家业，光耀门楣，此乃大孝与大智。何举人读圣贤书，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至于在下能得芷薇青眼，入赘沈家，是我的福分，我心甘情愿辅佐她，为她分忧。这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不像某些人，嘴上说着清高，心里却惦记着别人家产，想空手套白狼，得不到便恼羞成怒，跑来大放厥词，真是丢尽了读书人的脸。
你这个伶牙俐齿的小人！过奖。娘子，我们去给爹敬酒吧，莫要让闲杂人等扰了兴致。走，燕晨，跟爹敬酒去。林燕晨，你等着！下人都退下吧。是。今天谢谢你。分内之事，契约第1条，维护沈家颜面。你倒是记得清楚。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好，这杯算我敬你的。那今晚的服务，小姐可还满意？非常满意。不过今晚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林公子，你的房间在西厢，请自便吧。是，小姐。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一场清清楚楚的交易，银货两虚，互不相欠。燕晨啊，你这套拳打得比我还顺溜，老实交代，在哪儿学的？回岳父，幼时家贫，跟路过的一位道长学过几日皮毛，混口饭吃罢了。您若喜欢，燕晨往后每日陪您练练，全当消遣。好，哈哈哈！你这孩子，比我那只知道看账本的闺女有意思多了。紫薇啊，爹以前总担心你这性子没人受不了，现在看来，你这夫君找的是真好，比你会哄人更有眼力劲儿。是吗？看来林先生这1000两银子确实花得物超所值。小姐，姑爷听您念叨了一句想吃玉芳斋的糕点，天没亮去排队了。您看，这还热乎着呢。多事。站住！站住！小姐有何吩咐？你在躲我？契约有云，不是小姐日理万机，燕晨身份低微，不敢打扰。你整日这般鬼鬼祟祟，是想让全府上下都知道我沈芷薇招了个连见我一面都胆寒的窝囊废？是燕晨思虑不周，往后定会注意分寸。林燕晨，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小姐何出此言？一个签了卖身契的奴才，身上却有着连江宁知府都没有的贵气。小姐太高看我了，我不过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至于何主人那日，燕晨只是见不得人欺负小姐。哦，为何见不得？小姐是我的衣食父母，护住小姐，便是护住我自己的命。是吗？那你那日在婚礼上那句读圣贤书，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也是书里看来的？那可不是一个为了5斗米折腰的穷酸书生能说出来的气魄。小姐，不好了！张叔，什么事这么慌张？何子墨的侄子何文才带了一帮地痞，堵在咱们城东那间铺子门口，说那铺子是何家的，让我们立刻腾地方。城东那间铺子，就是当初您打算送给何子安当聘礼的那间，他拒婚后您就收回来了。何文才非说什么？您当初亲口答应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他也配？婚书都没签的东西，凭一句空话就想占我沈家的产业？备车，我倒要看看他何家有多不要脸。小姐，要不要叫上姑爷？他毕竟是……不必，这种小事用不着他。
等等，叫上几个护卫。是。贺子墨，你欺人太甚！我叔叔说了，这铺子是沈家当初许给他的。沈家家大业大，总不至于赖账吧？这何家少爷说的可是真的？谁知道呢？沈家那么有钱，也不会差这一间铺子吧？谁说沈家许了他一间铺子？哟，沈老板可算来了！我叔叔说了，这铺子是你当初亲口答应的。你们沈家家大业大，不会连这点承诺都不认账吧？何公子，当初我确实有这个意向，但前提是你叔叔得娶我。现在他既然觉得我满身铜奏配不上他，这聘礼自然也就作废了，白纸黑字的婚书都没有。你凭一句空口白牙就想来占我沈家的产业？诸位乡亲，你们都是明事理的，这世上哪有姑娘没收人家的聘礼，反被人家追着要的道理？我不管，反正我叔叔说了，这铺子就是我们的。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房契交出来，我们就住这儿不走了。拦住他们！住手！哟，这不是沈家的那个上门女婿吗？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也敢管闲事儿？各位是拿钱办事，关你屁事！小白脸，滚一边去！滚！我怕你们滚不了。你敢打人？我要去报官！好啊，你去告诉关老爷，说你带人强闯民宅，意图抢夺他人财产，被户主正当防卫打伤了。你猜，关老爷是会抓我，还是会把你下大狱？还有，回去告诉你那个好叔叔，沈家的东西，他再敢动一丝一毫的念头，下一次断的就不是这几个混混胳膊腿了。娘子，你看，我今天又替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这个月的月钱能多给点奖金吗？走！小姐，姑爷的底细查到了。说吧。林彦辰原籍京城人士，并非穷苦出身，乃书香门第，家学渊源。15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他也是举人？不止，3年前他参加春闱，本是状元热门人选。殿试之上，他因直言弹劾当朝太师贪赃枉法，触怒龙环，诏子被辟落，从此科举之路断绝。没过多久，父母相继病逝，家道中落。他为给父亲治病，变卖家产，还欠下债务。后来呢？辗转流落，做过苦力，当过账房，尝尽冷暖。3年前冬天，如流落至江宁，一直住在城西破庙里，靠替人抄书为生。3年前的冬天，江宁大雪。小姐，据查，3年前姑爷饿晕在咱们家粥棚前，是小姐您路过，亲手给他盛了一碗热粥。后来他一直在打听小姐的消息。原来他不是想吃软饭，他只是想离那碗粥的主人近一点。卿为天上月，我为尘中埃。林彦辰，你瞒得我好苦。小姐，查清楚了。林彦辰，你可真是好样的！堂堂京城才子，未来的状元郎跑到我江宁来，装穷、装贪财、装想吃软饭。你把我当什么了？傻子吗？对不起。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你骗我，利用我，林彦辰，你凭什么？我没想过利用你，我只是想看看你。3年前那碗粥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我知道我们与你之别，我不敢有任何妄想。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哪怕只是当个下人，当个护卫，直到你招婿。我鬼迷心窍，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唯一机会。我知道你讨厌虚伪的读书人，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说我贪财，我说我想吃软饭，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多看我一眼。
那1000两，我从没想过要你的钱。我本来打算等契约到期，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然后我就离开江宁，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我只是想在你身边待一段时间，就一段时间，这就够了。紫薇，你是天上的月亮，我只是地上的尘埃，我配不上你。闭嘴！谁准你妄自菲薄的？谁说你是尘埃了？在我眼里，你比那个道貌岸然的何子夜强10000倍。林彦辰，你听好了，我沈芷薇最不怕的就是麻烦。你得罪了太师，断了科举的路，这是麻烦；你身无分文，还欠着债，这也是麻烦。但从今天起，你的麻烦我接了。林彦辰，我们的契约现在改一改，从今天起，你不是我的雇友，你是我的相公，真正的相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花了1000两买你，总不能让你白吃白住吧？从今往后，事情价格好说。小姐，叫娘子。娘子。这就是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吗？娘子，早。早。昨晚睡得好吗？很好。小姐，不对，娘子，我这就去给岳父请安。慌什么？我爹又不会吃了你。以前是演给他看，现在我是真的想让他喜欢我。放心，他早就喜欢你了。小姐、姑爷，老爷请你们去用早餐。走吧。小姐、姑爷，你们，爹，早。昨晚睡得好吗？好，好得很。岳父大人，早安。今日天朗气清，用完早膳后，彦辰陪您打拳可好？好，坐吧。彦辰啊，岳父请讲。你和芷薇如今算是真正的夫妻了。是。彦辰对天发誓。不用发誓，我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看人还是有几分眼力的。你这孩子不坏，不过我沈家的女儿不是好娶的，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如今你既入赘沈家，就得好好待她。若是有一天你让她受委屈，我就打断你的腿。岳父放心，若有一日彦辰负了芷薇，不用岳父动手，彦辰自己了断。好，是条汉子。小姐，姑爷的底细，老爷那边暂时不要说。是，不过小姐，姑爷得罪的人毕竟是当朝太师。那又如何？太师在京城，我们在江宁，他的手还伸不了那么长。况且，我沈芷薇的夫君，不是谁都能动的。小姐，京城来的信，说是给姑爷的。谁送来的？一个生面孔，把信送到门房就走了。留话说很重要。去请姑爷过来。娘子，你找我？京城来的信给你。你知道是谁寄的？就是。没什么大事，一个在京城的故交，听说我入赘沈家，来先问候。是吗？芷由，你若不想说，我不逼你。但林彦成，你如今是我的夫君，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无论那封信写了什么，你都无需一个人扛。太师的人听闻我在江宁，派人来查我的底。这信是京城一个朋友冒险送来的警告。太师要对你赶尽杀绝。当年殿试之上，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弹劾他10大罪状。他是权倾朝野的太师，而我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他以为江宁是他的地盘。林彦辰，你听好了，在江宁，我沈芷薇说了算。找到林彦乾，带走。若欲抵抗，格杀勿论。是。4个倒是看得起我。太师的人就这点本事？拿下他！姑爷，出什么事了？把他们绑了，明日送官。是。受伤了？这血不是我的。毛笔里藏刀，林彦辰，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说吧，从头开始说。我父亲是国子监的教书先生，一辈子清贫，却教出了许多得意的门生。我自幼随他在京城长大，读书习武。习武？父亲有一个好友是退隐的禁军教头，我跟着他学了10年功夫。父亲说，读书可明理，习武可保身，缺一不可。所以你那日对付地痞的身手，还有今晚3年前的春闱，我一路过关斩将，进了殿试。那时的我，幼稚的以为，只要光明正大，就可以扫尽天下不品事。殿试之上，我当着天子和满朝文武的面，弹劾太师10大罪状：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残害忠良。然后呢？太师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皇上也要倚重他。我的弹劾非但没有撼动他分毫，反而触怒了皇上。卷子被当堂记落，永不再录。父亲为我四处奔走，求遍了门生故友，但太师的人放出话来，谁敢帮我林家，就是与他作对。没过多久，父亲急火攻心，一病不起。母亲本就体弱，也跟着倒。为了给父母治病，我变卖了所有家产，把能借的钱都借遍了，但他们还是走了。别说了。父母走后，太师并未放过我，他派人追杀我。我说是逃难，其实是逃命。我辗转流落各地，做过苦力，当过账房，睡过破庙，直到3年前流落到江宁。那天大雪，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我饿晕在你家粥棚前，然后你来了。你穿着厚厚的狐裘，那么干净，那么明亮。你亲自给我盛了一碗热粥，还多给了我2个馒头。你还说……我说什么？你说天这么冷，去城西破庙避避风吧，明日我们还施粥。就那一句话，让我多活了3年。后来我就在江宁住了下来，抄书为生。我打听过你，知道你是沈家的大小姐，也知道你一直没嫁人，但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天能站在你面前。直到你招婿的消息传遍江宁，所以你就来了，说你贪财，说你想吃软饭。我知道你这样聪明的女子，必然厌烦那些虚伪之徒。我只能赌一把，赌你会对坦诚小人多看一眼。林彦辰，你赌对了，但我得告诉你，从今以后不准再一个人扛。太师要你的命，我偏要留下。你的命是我花了1000两买来的，除了我，谁也别想拿走。沈老爷，这位是京城来的李公公，奉太师之命，特地来江宁办点事儿。听说令婿好像与太师有些旧怨，小婿一个穷书生，怎会与太师有旧？沈老爷说笑了，林彦成林举人当年在殿试上可是出尽了风头，太师惦记他很久了。这位想必就是李公公了，不知公公远道而来，有何贵干？这位就是林举人了，
太师听说你在江宁过得不错，特地让咱家来看看。顺便问一句，林举人可还安分？草民如今坠入沈家，只知侍奉岳父，辅佐娘子，安分得很，不敢劳太师挂念。哦，是吗？可太师听说林举人在江宁又好勇斗狠，打了人。公公说的是何家侄子带地痞强闯我家铺子的事吧？那件事是对方持械闹事在先，我商父出手制止在后。这个确实如此。那何文才已被本府收监，按律当惩。太师日理万机，想必不会连这种小事都要过问吧？公公既然来了，不妨尝尝我们江宁的茶。不必了，别以为躲在江宁就安全了，这笔账迟早要算。烦请公公回禀太师，草民洗耳恭听。紫薇，这可如何是好？那可是太师的人。我手上刚好有几封京城商会的信，说起太师府上采购丝绸的账目，似乎有些不清不楚。沈小姐说笑了，令婿是本府亲眼见过的好人，太师那边本府自会周旋。得其如此，夫复何求？这是最新版的四书五经集注，还有近3年的时文选集，我托人从京城买的。芷文，你的意思是重新参加科举？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太师在朝中作梗，你觉得考了也没用？当年皇上亲口说的，永不再露，这是铁板钉钉的圣意。那又如何？3年过去了，朝中局势瞬息万变，太师能嚣张一时，可不能嚣张一世。你是因弹劾奸佞而被罢黜的，总有一天会有人为你翻案。林彦辰，你有经世之才，不该被埋没在这1亩3分地里。你的账迟早要跟太师算。可是我的身份若是被人发现……放心，科举乃国家伦才大典，太师再嚣张也不敢在乡试会试这种场合公然舞弊。至于你的身份，这是江宁府的学籍文书，从今天起你不叫林彦全，叫沈安，沈家的沈，平安的安。这是伪造身份？不，这是保护你。等你在新科中崭露头角，有了足够的名望和话语权，再恢复真名。怎么样，林举子？不，沈相公，敢不敢跟命运再赌一次？好，我听你的。这才是我沈芷梅的男人。芷梅，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不是说了吗？我花了1000两，不能让你白吃白住。我才不信，你嘴里说的都是生意，做的却都是傻事。那又如何？本小姐乐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彦辰，不对，安儿，歇歇吧。爹让人炖了参汤。多谢岳父，岳父先放那儿，我把这段策论写完就喝。这是你写的？献丑了。我虽然读书不多，但这文章气势磅礴，字字句句都在为国家着想。你这孩子不该困在这江宁城。去请江宁最好的老师来，钱不是问题。小姐，已经请了3位了，都教不了姑爷什么了。一位老师私下跟我说，姑爷的学问考状元都够了。那就再多买些书，京城新出的时文集，各地名儒的批部本，能买到的都买来。是。傻小子，这么拼干什么？尽力就好，考不上也没关系，沈家的钱够你吃一辈子软饭。你这是给我打气还是泄气？你觉得呢？芷薇，等我，我不会让你失望。哟，这不是沈家的上门女婿吗？怎么，吃软饭还不够，还想来碰碰运气？何举人，不对，应该叫何先生。听说你上一次相识，名落孙山。林彦辰，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一个靠女人裙带爬上来的小白脸儿？科举是凭真本事的地方，你这种人也就来凑个热闹。何先生，你说的是，科举是凭真本事的地方，所以与其在这里说这些无用的废话，不如省省力气，看看卷子。等着瞧，看你能考出个什么名堂！开考！装模作样，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等着看你的笑话。考得怎么样？还好。那就是很好。安儿，你说能中吗？岳父放心，卷子我都认真打了。中了是好事，不中也无所谓。老爷，小姐，中了，中了！中了多少名？第1名，解元。解元？紫薇，我做到了。我早就说过，你行。解元是谁？沈安，沈家的那个上门女婿。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好小子，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爹，您上次还说他来路不明。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哈哈哈！解元女婿，回去摆3天流水席。娘子，今天的奖金。回太师，江宁那边传来消息，林彦存化名沈安，以童生身份参加江宁乡试，中了什么？中了解元。解元，那个当年在殿上弹劾本官的狂妄小儿，3年前没弄死他，如今他竟然重新爬起来了。太师息怒，息怒！眼下他化名参加科考，身份没有暴露，咱们明面上反而不好动他。明面上不能动，暗地里呢，他不是要去京城参加春闱吗？那就让他来，京城是本官的地盘。3年前他能被赶出去，3年后，本官一样能让他死无降身之天。把京城各会馆、学馆都打点好。不，先别打草惊蛇，让他考，让他以为自己还有希望。等会试一过，本官自有办法。林彦辰，本官倒要看看这一次你还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城。紫薇，乡试过了，接下来就是京城的会试。我知道，京城是太师的地盘，你去就是入虎穴。若不去，我一辈子便只能在江宁隐姓埋名。我要站在朝堂洗清冤屈，让太师付出代价。所以我已经安排好了，沈家的生意已经开始向京城转移。你进京赶考，我会陪你一起去。你以为我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太师那个老狐狸？想得美！你是我沈芷薇的相公，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我嫌我自己没本事，还要连累你跟我一起涉险。你跟我说你没本事，你只是运气不好，遇到了小人。紫薇，这辈子能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好运。离京城还有3天的路程，你的策论准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不过会试的题目向来刁钻，到了京城还需多方打听今年的命题方向。到了京城，你只管安心备考，其他的事我来处理。紫薇，京城不比江宁，太师的人无处不在，我们得处处小心。放心，你娘子做了这么多年生意，靠的可不只是算盘打得好。至于到了京城之后，如果遇到什么危，那就一起扛。林彦辰，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生我生，你死，我不会让你死。那桌人不太对劲。当兵的应该是禁军出身，可能是退役的官兵外出谋生，也可能是太师的人，一路跟着我们。不是来动手的，只是确认我们在不在。看来老狐狸已经知道我们进京了。他越早知道，越不敢轻举妄动。会试在即，全国瞩目。他若在这个时候动我，等于自暴其短。那就让他看着我们一步步走进京城，让他知道我们不怕他。沈小姐、沈公子，别来无恙啊！咱家奉太师之命，特来迎接二位。李公公太客气了，我们只是来赶考的商人，怎敢劳动太师亲自挂你？沈小姐说笑了，沈安公子江宁解元的名头，如今京城都传遍了。太师说这是朝廷的未来栋梁，让咱家一定好生照应。多谢太师美意，在下定会全力以赴，不负众望。
那咱家就不耽搁二位了。太师说了，二位在京期间若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来太师府，太师一定会好好招待。小姐、姑爷，宅子都收拾好了。姑爷的书房在正院东屋，最是安静。辛苦了，王伯。京城的商会那边怎么样了？帖子已经递出去了，不过京城商会的几位主事听说我们是江宁来的，态度有些微妙，似乎在顾忌什么。顾忌太师府？小姐明鉴，太师府在京城经营多年，手伸得很长，京城的商家多多少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我们初来乍到，想要打开局面，恐怕不急。京城的生意慢慢做，眼下最重要的是会试。相公，接下来的2个月你只管安心读书，外面的事交给我。你也要小心。我知道，京城这盘棋我们一起下。赵大人，今年的会试你是主考。是，承蒙太师提携，下官才能担此重任。江宁来的那个沈安，你知道吧？知道，文章确实写得漂亮，京城里已经传开了，都说他是今年会员的热门。热门？本官不管他热不热门，本官只问你，他能不能进天试？这个，太师，会试阅卷虽由下官主持，但考卷是虎明的，下官也无法提前知道哪份卷子是沈安的。况且，若是他的文章确实出众，其他同考官也不是瞎子。本官不是要你压他的卷子，本官要你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对，让他进殿试，让他以为自己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然后，本官会在殿试上当着皇上的面揭穿他的身份，伪造身份，重新参加科考，这可是欺君之罪。到时候不用本官动手，皇上自然会要了他的命。太师高明。沈家那个丫头呢？京城商会那边有什么动静？回太师，沈芷薇到了京城后很低调，只拜访了几家小商户。不过短短半个月，已经有2家原本和我们有往来的商户开始与他接洽。一个商贾之女倒是有几分文人。不过京城不是江宁，让他折腾，等他夫君被下了大狱，看他还能蹦跶多久。又在熬夜？还有10天就是会试，我不想有遗憾。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太师的人这段时间太安静了，除了进城那天李公公来了一趟，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这不正常。他是在等我在会试中走到最近成功的那一刻，一击致命。他想让我进殿试。你的身份在电视上被揭穿的话，就是欺君之罪。那你打算怎么办？故意不考进殿试？不，我要进殿试。我在想，与其让他揭穿我，不如我自己先揭。殿试之上，皇上面前，我自己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好，那我们就赌一把。爹，娘，孩儿回来了。开考！这就是那个沈安，太师点名要的人，果然气度不凡。这一次不一样了。中了！会试第1名，会员。会员，比相识更好。你差点让我多等了1个时辰。这次要加奖金。在想什么？在想3年前殿试前夜，我爹给我斟了杯酒，对我说：“燕晨，明日入殿，只管说你想说的话，爹信你。”后来爹走了，我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你爹如果还在，一定以你为傲。芷薇，明天。明天，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如果我失败了，我是说最坏的情况。
没有如果。你知道我为什么相信你不会失败吗？为什么？因为3年前你是一个人，你能在电视上弹劾太师，凭的是一腔热血。3年后，你不一样了，你有一个家，有一个跟你站在一起的娘子，有一整个沈家做你的后盾。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林彦辰。紫薇，你这张嘴，比你那把算盘还厉害。那是自然，我靠这张嘴谈下来的生意，比你抄过的书都多。卿为天上月，我为尘中埃。当初写这2句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月亮会为我这样的人落下来。傻子，月亮自己不发光，它的光是太阳给的，而你自己就是太阳。明天，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的光。宣新科公子入殿觐见。平身。沈安，江宁来的。回皇上，沈安乃本届会试会员，江宁人士，文采斐然。文章朕看了，策论的比例颇有几分像当年一个人的风骨。今日殿试策题3道：其一，论国朝财富之道；其二，论边防之策；其三，论为臣之道。这篇为臣之道写得极好，直言不讳，真存实端。为臣者，当以社稷为重，君为轻。若只顾逢迎上意，不为百姓请命，非忠臣也。沈安，你这篇策论让朕想起了一个人。启禀陛下，臣以为这位沈安的策论文风之所以如此熟悉，是因为他根本不是什么沈安。太师此言何意？此人正是3年前在电视上大放厥词，被陛下处落的罪人林彦辰。他伪造身份，以沈安之名重新参加科考，实属欺君罔上，罪不容诛。你可有话说？陛下圣明。臣正是3年前的林彦辰。3年前，臣在电视上弹劾太师10大罪状，被毙落出京。3年后，臣改名换姓，重走科举之路，再次站在陛下面前。臣知道这是欺君之罪，但臣想问陛下，臣为何要欺君？因为3年前，没有人愿意听一个穷书生说的话，臣别无选择。陛下，臣今日愿一死，以谢欺君之罪。但臣死前，只想请陛下再看一遍臣3年前写的那份弹劾奏章，10大罪状，条条属实，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桩桩件件皆有铁证。林彦辰，你死到临头还敢血口喷人，陛下，请陛下立刻将其拿下。3年前的事，朕当时也曾犹豫过。今日这沈安既然敢以真面目再入天试，确有真才实学。林彦成，罪臣在。即日起，你恢复林彦辰之名，待朕详查你弹劾太师之事后，再做定夺。臣叩谢陛下，陛下天恩。蟑螂，一只被踩了3年的蟑螂，竟然还敢爬回来咬本官一口！太师息怒，皇上虽然没当场拿人，可御史台那边已经开始翻3年前的旧账。翻，让他们翻。去，告诉御史台那些老东西，林彦辰伪造身份参加科考，那是欺君，是品德败坏。这种人，就算有天大的才学，也得给我烂在泥里。那些人证处理干净了吗？我不希望看到任何活口，明白吗？盯着这些死人的东西看，能把太师看倒吗？这是我爹拿命换来的，蚩尤，我没有退路了，但我现在连御书房的门都摸不到。你进不去，有人进得去。你是说陆御史？可他为人刚直，从不与商贾结交，更行换帮我们递这种要命的东西。陆御史不结交商人，可陆夫人会。她身上那件云霞碎金蜀锦，全京城唯我沈家独有。她求我3次，我都没松口。别忘了，我是商人，最擅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只管备好证据，剩下的
交给我。好一个太师，贪墨军饷，卖官鬻卷，草菅人命，朕给他的恩典，他全拿去喂了狗。13条重罪，桩桩件件皆有铁证。陆御史呈递的文书里，连当年的账本残验都有。本朕旨意，革去太师一切职务，即刻打入天牢，交3法司会诊。凡有牵连者，一个也不许放过。朕要看看这大梁的江山到底是姓什么。林公子，下旨了，皇上下旨了。爹，您看到了吗？3年了，林家终于昭雪了。紫薇，没有你，就没有这一天。说这些做什么？我不过是为了我那笔1000两的投资能有个好回报。林彦辰何在？臣在。3年前，你因弹劾奸佞被毙落，是朕误信谗言，委屈了你。今日奸佞已除，朕当还你一个公道。新科殿试，你的卷子，朕与诸位大学士重新审视，一致认为当为状元。尤其你那篇论为臣之道的策论，为臣者当以社稷为重，君为轻。朕虽为君，亦深以为然。翰林院修撰一职，非你莫属。臣叩谢陛下天恩，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平身吧。朕听说你当初为了参加科考，是被沈家小姐招为上门女婿。回陛下，确实如此。臣妻沈芷薇乃江宁商会主事，当初若非她收留秀柱，臣早已冻死街头。倒是段佳话，朕特许你记中状元，可另立门户，恢复本姓。入赘之事就此作罢。皇上，怎么？臣不愿另起门户。臣妻沈芷薇在臣最落魄时，给了臣一碗粥，一个家。臣有今日之成就，皆是因为她的功劳。小姐，小姐，中了，姑爷中了状元，状元，真的，千真万确。还有，姑爷在殿上当众说，他这辈子绝不背弃小姐，满朝文武都听见了。这个傻子。娘子，我回来了，这是朝廷给我的第一笔俸禄，不多，只有200两，连本带利，先还个首付。200两就想还清？利滚利，你这辈子都还不完。那就用下辈子还，下辈子也不会。这是什么？打开看看。我用俸禄和替人写文章的润兵费攒了小半年。城南清静巷子里的一个3进院子，不大，但很干净。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跟江宁你家那棵一样。房契只写了你的名字，不是沈家的产业，是我林彦辰用堂堂正正赚来的钱，送给我娘子的。你什么时候开始攒的？入翰林院的第1个月，本来想攒够了再告诉你，但前天跟牙行老板谈价，差了50两，最后还是从你给我的月钱里借的。严格来说，这房子还是娘子你出的大头，我顶多算个冠名。带我去看看。怎么样？这棵桂花树我找了好久，江宁你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这棵长得最像。正屋朝年，冬暖夏凉，院子不大不小，正合适。你倒是会挑。我娘子是江宁商会主事，自然是要配最好的。等秋天桂花开的时候，我们在树下摆桌茶，你算账我抄书。就这，林状元，你这点出息。我这辈子最大的出息，就是入赘你家，其他的都是附带。主屋给你，东厢给岳父。他老人家说，京城的冬天比江宁冷，我让人在东厢多加了2个暖炉。那你呢？我当然是跟娘子住主屋啊，事情价格好说，这可是你自己定的规矩。林彦辰，你当初说想吃软饭，现在中了状元了还吃软饭？吃，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我娘子的软饭，1万两、10万两都不换。傻话，新科状元说这种话，传出去还怎么做官？做官是给别人看的，做赘婿才是我自己选的。当初他说要招那个穷秀才，我还差点把紫砂壶摔了。谁知道是这么个结果。老爷，要不怎么说小姐会做生意呢？1000两买回来个状元郎，天底下谁有这笔买卖划算？怎么说话呢？那是女婿，不是买卖。
外面宾客都到了，陆御史和夫人也来了，岳父在前厅招呼着。知道了，我再带个耳朵就出去。之前逛街时看到的，觉得像你家那棵桂花树，就买了。林彦辰，你上次说八抬大轿再娶我一次，是不是认真的？轿子已经在门口了，就看你肯不肯上。上什么轿子？这宅子的房契写的是我的名字，我从主屋到正厅走几步就到了，坐什么轿子？是，娘子说的是，以后不管去哪儿都是娘子说了算。那么，沈老板，请赏脸一步正厅，受宾客们一杯喜酒。走吧。林状元，实不相瞒，当初沈小姐来找我弟弹劾奏章时，我就知道这女子不简单。林状元好福气。陆大人说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3年前大雪天饿晕在那个粥棚前。吃你的菜。彦辰啊，今天高兴，我这个老头子多说2句。当初只为坚持要招你入赘，我是100个不放心。后来你们成了夫妻，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只为找了个靠得住的人，担忧的是你这孩子从前吃的苦太多，得罪的人太大，我怕只为跟着你受委屈。但今天我这颗心算是彻底放下了。你不但考上了状元，扳倒了奸臣，还在皇帝面前说出那副背弃紫薇的话，我这个当爹的知足了。这杯酒，我敬你。岳父大人，您敬彦辰不敢当，入赘沈家，是我林彦辰此生最对的决定。往后余生，彦辰定不负紫薇，不负沈家。林彦辰，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句诗吗？卿为天上月，我为城中哀。当初随手写的，太傻了。不傻，可是你知道吗？月亮的光是太阳给的，它自己并不会发光。而你不是尘埃，你自己就是光。这3年，你从尘埃里爬起来，重新站在了太和殿上。往后不是你仰头看我，而是我仰望你。紫薇，我的紫薇！我曾以为我用1000两银子买下了一个坦诚的贪财小人，到头来才发现，我买下的是一颗蒙尘的明珠和一份足以照亮我余生的独一无二的深情。